我常常开玩笑，好像是2打1，而且这是美俄在打乌克兰。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想，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啊，也不简单，也蛮厉害的。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最后下场会怎么样，但至少你可以看他从战争初期到中期，拜登的支持，然后一路到现在，川普对他的背刺。其实泽伦斯基当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同时1对2的。那泽伦斯基他现在的立场，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内部当然有一定的诉求，因为据说乌克兰内部对于割地这个诉求，大部分还是不支持的。但是乌克兰人民不支持，政治的现状可能并不是对乌克兰那么的友善。现在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说，他最想结束的一场战争，绝对就是俄乌战争了。但是最新我们看到的就是俄罗斯、乌克兰跟美国3方的代表在周末前呢，齐聚阿布达比展开正式的和平谈判。可就在这个会议登场前夕啊，莫斯科方面却对外放话，这句话是不割地，战争不会停。那意思很清楚了，顿巴斯俄罗斯是要定了。那这句话呢，也等于就是判了这个谈判几乎是没有结果，又是无疾而终吗？当然也点出了现在俄乌战争的现况呢，不是靠着一张谈判桌就能够解决得了争议。而根据路透最新的报道呢，揭露这次阿布达比的谈判背后流传着一套所谓的安克拉治公式啊，就是前线冻结冲突，暂停大规模的推进，但是要求乌克兰割让顿内茨克仍然控制了20%的领土，大概是5000平方公里。而俄方呢提议动用目前在美国被冻结的50亿美元俄罗斯的资产，用来做什么呢？用来作为俄罗斯目前占领区的灾后重建。好，就在这3方谈判的前后，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能源网又发动了4年来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基辅有很多地方都大规模的断电。那这场谈判呢，外界也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是谈和平，而是边打边谈，逼乌克兰，你就是要给我在谈判桌上签字。现在真的是非常难谈啊！这个俄罗斯也摆明了很清楚啊，黄老师，就是我要的，我打下来的，我绝对不可能还给你。顿巴斯你就让出来吧。好，那刚刚提到这一套冻结前线、要求割地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有机会在这次的谈判谈出个什么让人期待的结果吗？这个安克拉治公式啊，其实你看它的背后，我常常开玩笑，好像是2打1，而且这是美俄在打乌克兰。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想，乌克兰可以撑这么久啊，也不简单，也蛮厉害的。对，虽然说我不知道泽伦斯基最后下场会怎么样，但至少你可以看他从战争初期到中期，拜登的支持，然后一路到现在，川普对他的背刺。其实泽伦斯基当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但是我看他至少目前摆出来的态势还是继续的抗拒，即便1对2。对，尤其是对美俄，这个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全世界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同时1对2的。那泽伦斯基他现在的立场，我觉得，对他的这个内部当然有一定的诉求，因为据说乌克兰内部对于割地这个诉求，大部分还是不支持的。但是乌克兰人民不支持，政治的现状可能并不是对乌克兰那么的友善。所以我们看到了，在2025年8月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安哥拉治方案或者是方程式等等啊，其实里面对乌克兰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不只是割地，也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地区啊、卢甘斯内、顿涅茨克等等全部地方全部要割出来，还有呢，冻结前线，也就是战争打到哪里，我们线就画到哪里。那表示不只是顿巴斯这些整大块地方，还有其他的地方，俄罗斯几乎就是直接占了地，就是他的了，以后怎么拿得回来？对，还有一些在去年讲了，其实非常的惊世骇俗的，就是说美国已经很清楚的跟俄罗斯讲好了，那乌克兰以后看看能不能考虑它就是变成中立，而且呢，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那这个其实加入北约就是这个战争当初对不对？对，几乎就是它发生的原因。那乌克兰忙了这么多年，结果回到了一个原点，等于是这个对乌克兰讲，花这么多的人命、财力，然后这么多年的这
这个痛苦，结果换来是这样，其实很不值得啊。但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一个和平的解放，其实这真的是看法两极。为什么有人说它和平解放？因为你只要谈了这个东西出来，甚至如果真的是就现状把这个暂定的这个领土划界画一画，那当然就结束了这么多年的这个长期的消耗战，大家暂时可以回到比较和平的生活。而且呢，经济的这个能量重建的能量才能进去嘛。你打仗的时候，经济重建能量怎么会来？但是它为什么可能是拖延？有人说是泽伦斯基在拖延，我刚刚讲过了，他要对内部交代，内部对他还是有很多这个大的这个压力。那另外还有一个拖延，就是说乌克兰它的主权的底线，当然就是这所有的土地。所以如果你现在放手的话，绝对拿不回来了。对，所以拖一天是一天，但是我不觉得泽伦斯基真的有他的解放。这真的很难谈，所以这次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川普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不也提到了嘛？他说，其实他在中间斡旋呢，当有一方就是俄方这边好不容易跟俄方谈定了，乌克兰这边不答应，乌克兰这边谈定了以后呢，俄罗斯这边又不答应，真的不是他当初所想象的24小时之内就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啊。不过现在川普又出招啊，他说他要向全球宣布一件事情。他说他要重写国际秩序啊，那他宣布呢正式成立和平理事会，而且呢宣称这个机制呢将会负责监督加萨重建，甚至暗示未来这个和平理事会可能会取代联合国的部分功能。所以也有分析就认为说，这是不是跟联合国在分庭抗礼啊？来说到联合国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他们连 logo 都出来了，和平理事会 The Board of Peace 呢。跟联合国的这个会徽啊，还真的蛮像的哈，都是有这个橄榄枝在两旁。然后呢，你会发现呢，美国设计这个和平委员会啊，这个理事会呢，还有一个盾牌要保护全球，那不是跟联合国是差不多的吗？那到底是有什么意义？来，然后呢，白宫方面现在也提出了和平理事会8名执行委员的名单，川普呢，当然就是主席。然后呢，还有这位罗旺啊，他是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的执行长。另外，川普的女婿 Kushner 也在这个执行委员里面啊。还有就是英国的前首相 Tony Blair。另外就是彭安杰，这是世界银行的总裁。还有这位保加利亚的政治家啊，叫做穆拉迪诺夫。另外就是川普的中东特使 Witkoff， 还有美国国务卿 Mark Rubio 啊。这份名单有公信力吗？请问你 ，Ross？公信力我不晓得，但是至少还是会运作。短期之内，在将来3年，川普的这个任期之内，这个组织还是会在了。川普不会明天放弃，所以不能继续推动。不能说完全没有什么功能，至少还是会做这个加沙的重建。那会不会处理其他全球各地的战争、内战等等，真的是一个问号。但是不得不说，在过去几年联合国秘书长处理这些战争、内战等等，不管是5·2、非洲、中东，在我们印太地区、缅甸等等，完全无能，完全无能。这个秘书长真的没有什么效果，虽然他即将要下台，不知道接班人是谁，但是联合国很早就让很多人很失望，不管是在哪一方面，不管是解决难民、战争等等相关议题，但是尤其是在最近几年这些战争上，真的没有发挥。我说联合国没有发挥什么实质的能力，所以以后这个 Board of Peace 会不会在这些战争上有实质的解决的这个角色？不排除。你觉得会有实质的效果吗？会有这样的效力吗？联合国至少是一个平台，比如说国家 A 跟国家 B 有战争的话，那至少这个 Board of Peace 或许是一个平台，可以扮演这个调停人的角色。但是问题来了，川普很喜欢他自己扮演这个角色，那他怎么会让别人来？就是要做王，不是吗？对，所以你看这个 Board of Peace 至少几个人是他的人马 ，Kushner、Witkoff、Rubio， 所以即使这个 Board of Peace 在这些战争和平谈判有角色的话，当然不会
不会超越川普本人的角色就对了。我还可以加一个，世界银行的总裁是美国，他要 OK 才能上任，也是美国点头答应才行的嘛。对，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川普打算要成立的这个和平理事会，现在加入的成员大概中亚的比亚美尼亚、这个亚塞拜然哈，还有像是东欧的保加利亚哈、埃及、匈牙利、印尼、约旦 ，G7 都不在里面呢。这不是很奇怪吗？G7 这些国家，本来是非常非常支持多边主义，还有这些国际组织，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COP、气候协定的机制等等，本来就非常非常支持多边的主义。那他们都看这个 Border Peace，都是认为，虽然已经有10几个国家加入，但是还是美国主导。可以说99%都是美国做决定。对，好，美国主导，可是美国最后又决定退群，这是美国一向的一个习惯。你说，像最新的就是他正式退出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然后还欠了一大笔的钱没有缴，说不缴就不缴了。那说跟我没关哈。那但是呢，在川普强调说他因为要透过这个和平理事会重建国际秩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有一种不同的做法哈，他走不同的路线。最近在联合国，他就成立了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已经有40多个国家参与。那同时间呢，也加强跟古巴、像拉美还有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中方更是直接喊话说，大家要捍卫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单边的命令其他人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现在面对川普这个不断的出招，想怎样又怎样的风格啊，因为确实这是川普，他就是川普，他就是觉得不然你要怎么样啊？那中方不是以静制动，而是以动制动的这个大战略，倩姐怎么看？我们回去再看一下川普他的和平委员会呢，是把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一个机制呢在扩大。因为这个和平委员会就像是一个公司的董事会一样，那董事会里面绝大多数是他钦点的人。对，所以是借着一个机制扩大了川普个人的单边主义的作为。那么相对的，中国大陆做的叫做全球治理之友。你们如果关心 UN 的话 ，UN 当然最近很多年一直有人要去改革或者是改造它，因为它的决策的机制太缓慢，碰到了大的问题的时候就是缓不济急，包含了委内瑞拉也是缓不济急啊。但是全球治理还是一种梦想，就是人类要把全球的问题放在一个 global governance 的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你仔细把这两个对比的话，一个是和平委员会，川普的单边主义借着机制扩大；另外一个是在既有的多边主义最大的平台联合国里面呢，创造一些对于这个多边主义更有承诺的组织和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组合，就是现在的全球治理。那为什么要进入一个新的这个组合呢？因为当然是原来旧的组织里面包含了绝对的强权，想要退群就退群的。那现在其他的人还要不要留在一个全球的多边主义的结构里面，试图去维系最初的这些想法？譬如说 WTO， 美国大家都知道，很久以来美国就我不管你的争端解决机制。那么其他的国家可不可以在 WTO 减一的架构之下继续施行 WTO 的理想？对，减一就是减美国，只要跟美国有相关的，你得符应美国的游戏规则，你得跟着它的规则走。但是你跟美国没有关系的贸易，你是不是还可以在原先的 WTO 的架构里面走？就是假定说何荣要来霸凌我，那我跟他做的生意我就要听何荣的。我不会霸凌你，但是我要跟黄回博做的生意，跟 Ross 做的生意呢，我们还是可以在多边主义走。所以 两套系统，对 WTO 减一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那联合国会不会变成这样子？就是美国去做他自己的董事会。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要一个的去对抗美国对于他的单边要求，刚才 Ross 也说了，川普最喜欢的就是单边的，就双边的谈判，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双边谈判之下可以赢美国的。对，所以呢，那一个跟他谈呢，都谈不好。大家如果很快要爆群呢，就会被他集体打击。所以留在一个既有的体系里面，在联合国里面成立一些对于全球治理更有承诺的一些组织，对于人类共同未来更关系的事情呢，在这里来处理的话，也是一个 UN 减一，就是美国可以要做什么你去做什么。我们其他的国家呢，还可以在联合国这个结构里面包含了最近刚刚有的是。BBNJ 就是在全球的公海上面，怎么样去处理公海的资源？
是 Biodiversity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那这个 BBNJ 呢，就是全球的公海的资源是属于全人类的，要由联合国来管理。对，你不能自己去探勘啊，或者是去追捕鱼群啊。像这种概念呢，联合国其实还是在试图运作的。所以只要有更多的国家愿意留在联合国的这些可以运作的东西，那至少有一些题目还可以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虽然我们知道，国际法里面对于战争的一切规则，川普现在已经一脚推开了。对，所以不只是 UN 减一啊，这个一当然是美国啊，会不会是 World 就是世界减一才会是一个更理想的状态？因为说要重建整个新的世界秩序，还是说其实是美化了权力的无限扩张？在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呢，现在在这个礼拜呢，俄乌的双方。先来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他们有一个最新的通报，表示呢，俄军继续向乌克兰的防御区来挺进，逐步呢在苏梅还有哈尔科夫啊这些地区建立了安全区，目前已经实质控制了苏梅州的科马罗夫卡镇。那俄军的武装部队打击了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储存点，还有起飞准备点。另外，俄军防空系统也击落了26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至于乌军这边呢，中央司令啊就说呢，乌军也是部署了，已经部署了由美国 V2X 公司所生产的暴风雨飞弹越野车，也成功击落了21架俄军见证者的自杀无人机。双方现在都在主攻对方的无人机啊，总之呢就是各有战果，然后呢把战果拿出来告诉全世界。但此时也看到一个消息，就是乌克兰的新任防长啊叫费多罗夫，他就表示乌克兰军队大约有20万名士兵未经允许擅自离开岗位，或者是因为另外就是涉嫌逃避兵役啊被通缉的人啊，大约有200万人之多。这个数字点出了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战争打到现在已经快要4年了，越来越没有人了，越来越没有兵了。好，那么就是有人有兵，可是呢，大家都不再想打，想要逃兵的逃兵，想要规避兵役的规避兵役啊。所以俄乌战争也看到了一个血淋淋的事实，就是现在新的战场样态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姜老师你怎么看呢？无人化的这个作战战略，因为最近都在讲的无人机，未来无人化。对，没有错。现在因为俄乌战争之后，大家就广泛的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它不但可以做长距离的巡逻、侦察、察打一体，也可以支援前线的战斗。那更重要的是，现在中长程无人机被视为是巡弋飞弹跟弹道飞弹这种高价飞弹的一种很好的替代品，很好的替代品。所以接下来大家都看到无人机以后在未来战场的潜力，那包括两岸，其实两岸也是如此。现在两岸基本上都在大量的扩充各种形式的无人机，但是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会比较有一点在以后的这种两岸的无人机冲突面，会比较有一点点不利的是，第一个，因为我们可能因为各种的政治考量，特别是华府的态度。我们通常会等中共出手之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反击。换句话说，变成中共会掌握主动权，所以他会先发动。那更重要的是，当这个无人机各军兵种都大量使用无人机，那甚至以后中共做蜂群无人机，那我们这边也有大量的无人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决定无人机在战场上表现的关键，就不是无人机本身了，而是支撑这个无人机运作的各种的体系，导航啊、通信啊等等。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工智慧 AI 的部分，因为当你无人机数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不可能再用每个人脑去控制，所以到最后是用人工智慧去控制。包括以后中共一直在推的，以后它的蜂群无人机，对，这都是透过人工智慧来控制。它不但可以根据状况决定我这个机群飞行的路径、进入的方向，甚至于在我的机群受到一定的损失之后，它会自动去解算说，那我的攻击顺序、攻击目标要不要调整？那这个蜂群无人机靠的当然就是算力嘛。那坦白讲，这一方面，也许我们在数量方面，我们可以很快的建立起一个很大的无人机，但是呢，在人工智慧方面，我们要跟中共抗衡，坦白讲有非常大的难度。而且您在提的时候，我还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载台的问题。因为载台是可以行动的、移动的，就是说有无人机的航母，
这是中国大陆有的。对，中共以后也会有。那我们就只有固定的在岛，就是这个台湾的不同的地方，可是它这是固定的。而且就是刚刚提到的，通常是中共有开打的主动权，所以中共的东西会比我们的先离地，会比我们先离地。就是它的第一级。对，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被迫承受第一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就使得在两岸这种无人机冲突当中，我方有先天比较不利的地方。但是如果进入到所谓的国土防卫战，那到时候靠的是战术型无人机或中小型无人机的话，那台湾方面这个当然就会挽回一些的优势。对，所以未来的这种无人机冲突是一定会发生，而且状况会变得非常的复杂。确实啊，俄乌战争让全球包括甚至我们身处在台湾，其实看到两岸之间未来可能的一个发展，如果进到了军事冲突，都是有非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那提到了俄乌的议题啊，最近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也表态了。那么他在白宫接受路透社的资深记者接受他的专访，他点名了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俄乌和平协议的一大阻碍。那同时呢，在这次的专访当中，他讲了很多，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这个司法的争议，还有呢俄乌战争、委内瑞拉、伊朗的局势等等啊。特别提到了俄乌协议的时候呢，他说我们必须让泽伦斯基总统同意。而当提到了普丁，那川普则说呢，他认为普丁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反而是乌克兰还没有准备好达成协议。那所以记者就直接在问他说，那你觉得最大的阻碍呢？他立刻就回答泽连斯基 ，OK， 他就点名了泽连斯基。所以现在回到俄乌，现在都希望，就全球都希望看说什么时候能够进到一个谈判，就是和谈的一个格局啊。可是现在点出了泽连斯基啊，就川普的谈判逻辑来看，来研判的话，大使您觉得，因为要让泽连斯基接受这个条件哈，他会有可能提什么样的条件让泽连斯基愿意进一步的推进和谈这个部分？其实这个和谈美国本来已经占到主导的角色了，他的立场就是完全接受普丁的立场，让泽伦斯基接受，尤其在领土安排上面，那其他都不是重要，还有就是说战后的安全保证，其实领土的部分泽伦斯基一变再变，那么这个有关战后安排这个美国的安全保障部分，事实上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因为最后得出来一个就是说类北约式待遇，由这些欧洲的所谓的志愿者联盟加上美国，用他们跟这个乌克兰的双边的协定来达成类似北约第5条的这样子的协议，这样子的一个保证那换得了这个泽伦斯基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事实上就2大难题，一个北约的问题，一个这个就是领土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本来已经有突破了。可是呢，我觉得就变可能是这个川普认为，泽伦斯基做突破，回过来跟俄罗斯谈，说我已经拿到一半的东西了。另外一个领土的问题，你能没有弹性？就普丁领土是没有弹性的，而且普丁的领土就是说顿巴斯2个州的土地我要完整的，也就是说顿内刺客现在大概还有20%在乌克兰控制的情况之下，这个和谈下来的话。乌克兰要把那个顿内刺客20%还在他控制的领土要交出来，那普丁给什么？普丁就说好，那我就把我在现在这个哈尔科夫在其他还有这些第内伯罗一些零星占的一些土地我还给你，所以就领土交换。那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川普事实上可能也认为普丁没有弹性不够。所以川普居然说我要对俄罗斯施压了，对不对？谁在买俄罗斯石油，通通25%，然后呢又把俄罗斯的那个这个石油公司在美国这些资产给它冻结，所以川普是改来改去的。那现在为什么川普又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呢？就是因为14号的时候，这个。普丁在俄罗斯参加的活动，他出来讲了一句话，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乱我们真的是很忧心。”不过谈到俄乌战争了，所以呢，俄乌战争的话，越早结束越好，希望越来越快结束。那现在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出现在基辅跟这个基辅跟乌克兰那一边他这样讲，所以
记者就去问川普，所以就是说，川普就说顺水推舟这样子。是的，可是呢，这个问题就变成你川普你的立场也不是很稳定，对你一下答应了俄罗斯，回过来又跟俄罗斯又施压，那你一下来又泽伦斯基听你的时候呢，你就把泽伦斯基踩在脚底下。现在泽伦斯基不听你的，你要怎么办？因为泽伦斯基事实上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已经得到欧盟给他900亿的欧元的承诺，钱有了。因为川普手上就2张牌，第一个不给你钱，第二个他武器老早都不给了，你要就让北约拿钱来买。对，第一个钱你没有钱你就不要打。第二个呢，他用贪腐案来逼泽伦斯基下台，结果呢这2张牌现在都落空。为什么？因为欧盟志愿者联盟现在已经同意拿900亿欧元，是2026到2027的。你的国家预算跟你的军事用开支，现在昨天那个冯德莱恩还讲，300亿是给你行政支出，600亿是给武器，给2年。泽伦斯基有钱了就不怕了。另外一方面，泽伦斯基已经把国防部长也换了，军队的要员通通换，就表示他地位稳固啊。地位稳固就没有什么改选问题，本来30天，本来可以往那个谈的方向了，现在本来有贪腐啊，结果最近抓了一个前总统，把所有的转到那个女士身上去了。泽伦斯基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所以川普抓不住他了，所以再警告一下，所以这边骂街都是泽伦斯基。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其实就是2个比较底下，普丁跟泽伦斯基，当然是泽伦斯基比较好踩在脚底下嘛，哈。对啊。那普丁的话，当然很难。好，那可是回到战争的本身啊，我们看到已经快要打4年了。这个2月份马上就要满4年，现在其实基辅蛮惨的，因为基辅呢也连日的被轰炸，基辅的部分地区的居民其实现在过着无电可用的生活。现在大家知道还是寒冬啊，这个冬天无电可用是非常非常的困苦的。那乌克兰呢，在冬季啊，他们接收了来自希腊的天然气，抵消因为俄罗斯攻击所造成在乌克兰国内能源产量的损失。而欧盟呢，各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决定他们要逐步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的石油。液化石油天然气进口呢，将会在2026今年年底要终止。管线天然气在2027年的9月底前要停止。那么目前呢，俄罗斯的天然气占欧盟天然气进口的12%，已经远低于2022年在战争爆发前的45%。可是现在包括匈牙利、法国、比利时还是有在接收俄罗斯所供应的天然气。那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呢，则是从2022年年初的26%降到目前的2%而已了。欧盟现在主要呢是从挪威跟美国这些供应商，向挪威、美国来采购天然气。这样听起来，其实美国真的还是最大的受益者啊。不过陆老师怎么看这对于这个今后欧盟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因为现在你不要再用这个不采购俄罗斯的，你就是像美国或者像刚刚讲说挪威的天然气也好，石油也好，经济上的冲击会是如何评估呢？短期的话，经济上一定会受到冲击，所以它的天然气的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美国的天然气是比这个俄罗斯大概贵30%到50%的一个价格，所以对欧盟国家来讲，尤其刚刚是讲到这个法国、比利时、匈牙利，他们这些长期接受俄罗斯天然气供应的这个国家，对他们讲，他们的挑战就很大了。那尤其像德国，以前他是主张要整个废核，那现在他要开始恢复核电。恢复核电过程，它就需要其他的天然气啊、煤啊这些的来作为它的能源的供应。那它这方面对他们影响也很大，所以他们欧盟国家短期的这个能源的成本一定会提高，那一定会增加每个家庭的这个开支。那政府财政上一定会做这方面做一些补贴，那政府财政也会受到这方面影响，就会有排挤的一些效应。但长期来讲的话，对欧盟国家也不能说都是坏事，因为它就开始做一些，像德国开始生产核电厂了，还有再生能源是不是来再转化？这样对整个欧盟国家的能源是不是更健康？诚如刚刚你说的，本来这个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是45% 是来自于俄罗斯，对，那现在已经降到12%了，那石油降到2% 了，所以这个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会逐年的降低，直到今年底就不再供应了，那明年9月就不再管线天然气。我相信对欧盟国家来讲，它的经济财政体制就做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但这里有一个，
就是如果它的天然气来自于美国的话，那欧盟国家，那你将来一定会受制于美国，这个是绝对的。因为当初他们受制于俄罗斯，那如果你的能源来自于美国的话，那美国又是用船来运来，所以你船的这些运来天然气，你的这个运输设施成本对储油设施这些都要重新新建。像我们台湾，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储油设施，除气措施，因为我们还要再气化，然后再除气。那这些设施我们都缺乏，所以人家一直说我们的天然气只能供应10到14天，如果一旦断气的话，就会对我们的国安有很大的影响。那将来欧盟也势必会受到这样影响，所以欧盟势必要寻求其他的替代能源来作为补充，否则对它将来未来经济的影响是蛮大的。因为你的能源成本贵的话，你要发展基础工业，甚至 AI 就会有问题。对，您点到重点啊，就是能源的供应其实是未来的重中之重哈，因为如果缺电的话，除了民生用电受到影响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工业用电。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特别在这场通话当中指控乌克兰，说乌克兰出动了91架无人机袭击普丁在诺夫哥罗德的官邸，此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曾经表示，听到的时候很愤怒啊，并且直言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打破了俄乌现在是要往和谈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进度。可这个案情呢，现在出现最新的逆转啊。先是 CIA 的局长叫雷特克夫，他向川普简报说 CIA 的研判啊，这个乌克兰并没有攻击普丁的官邸。接下来就看到了川普在跨年当天，他发文特别转发这个《纽约邮报》的社论啊。这社论是这样写的，标题是说普丁拿遇袭说事，暴露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所以现在普丁官邸遇袭的事件呢，有人也认为是假旗行动，但不管如何，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乌克兰也好，甚至包括会不会是美方也好，就是有一方是不希望这个俄乌的和谈顺利达成。好，所以整场事件呢，现在陷到了一个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如果从动机跟目的来研判的话，黄老师你怎么看哈？这个现在一定是有人是不希望俄乌的和谈是顺利的嘛？这个和谈不顺利啊，那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事中间有利的一方啊，因为不然有利的一方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拿到更多，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各位观众朋友，再过50天呢，俄乌战争就打了4年了。目前看不出有可以很快可以解决的方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一再的坚持不可以割让领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嘴巴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俄罗斯呢，它在军事上，在乌克兰境内，它是攻势比较明确啊，然后比较占上风的。是。那占上风的要不要现在接受和谈？那就是和谈后的条件是什么？当然，它的主导权会比乌克兰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用91架无人机去打它的官邸，去搞斩首行动。那么除了对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和谈的几率就更低了。那么是不是普京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就所有的逻辑正常理性的来讲，乌克兰没有发动或者用91架无人机去攻击这个普京的必要性。那么因为打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成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未必能够改善俄乌战争的整个局面。对，所以我们如果用消序法来看的话，就是美、乌、俄3个国家哈，特别您刚刚点到，如果从一个和谈如果不顺，对哪一方最有利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因为其实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僵持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国内对普京的
支持，包括这个普京拒绝和平谈判的更多的理由。对，而且其实普丁在之前的外电报道也说，他已经对泽伦斯基下达了追杀令哈，就算将来和谈成了，他也说我追杀到天涯海角。那泽伦斯基听了，你如果是泽伦斯基的话，你一定想说，哇，我躲到哪里可能都会被俄罗斯的这个特务人员给干掉哈。好，那拉回到俄乌的战场上，现在的战场态势确实也是俄方非常的有利哈。乌克兰的官员在1月2号就指出呢，由于俄罗斯军队持续的推进，所以乌克兰呢已经下令将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前线地区总共有3000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撤离这个地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分析，认为俄军在2025年全力夺取顿内茨克州剩下来的部分，以及呢在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了缓冲区作为首要的任务。可是到2025结束前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就是2026继续的往这个战略目标来推进？整个2026的战场上的趋势，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再过50天左右，这个2月26就是要满4周年了哈。这个仗打得太久了，明佑怎么看？从2月26号就是4年前了哈，这个开打的时候，其实俄军的做法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一样啊。其实他们就是南线跟北线，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这个以顿内茨克苏梅这个地方算北部嘛，还有哈尔科夫这第3大城为目标的北部战线，跟南部战线就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这一个地带。那现在其实因为整个战场非常的广袤，而且双方的坦白讲，就是以这个所谓的损失的人数来看，其实非常惊人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消息都在讲说，不管是乌俄双方都在采取新的征兵的作为，也就是他们人力其实已经无法去真正的控制住2个战线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它南北不断的去转换重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突破口，想要造成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控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也就是2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讲乌俄谈判的时候，里面有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它其实要退让出它无法控制的领土，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2省的部分哈，其实应该会这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很难全身而退，说我不割让任何的土地。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即便短期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以把这边的占领的这个所谓的俄军给驱逐，可是它是没有能力长期稳定的控制，因为整个2国接壤的这个战线实在太广袤了哈。它只要像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在另外一边这所谓的扎波罗热跟第聂伯罗这边的前线地区还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的部队守住了北边，我南边就出现空防了。我南边的这个地方就是部队就不够去守护这个我们一般的那个民众的城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都说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乌克兰总是要确认就是我的实力。我还是不如不要说实力，就是说在军事上，他当然得到了很多这么重大成果。我认为以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它相较于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小的国家，军事小国，它能够达到这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对，的确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他能够坚持至今，他要结束战争，他就去痛下决心，就是我真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范围，我无法给人民保障承诺的这个范围，我可能就得割让出去。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所谓的10%。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前线的兵力是不足的问题。对，今天你调到北部、南部就缺了嘛。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流动，就是说调来调去，其实你就剩这些人而已了哈。所以我才会说，不管怎样，俄军其实也一样的情况，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乌东2省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他有去实施行政的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在里面还有发动人民的公投，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如果能够有一个政治的说法，或者说借由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所谓的控制范围，跟俄罗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真正能所谓走完这个最后90%的这个10%，行白路半90%，这10%去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我认为对这个战事结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军事跟外交2个方面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其实对乌方现在是极其不利啊，所以才会赶快的撤离。外交上面也是啊，这个美国提出了15年的安全保证，但是15年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本来原先这个乌克兰希望能够争取30到50年，但是就是谈不到嘛，就没有筹码嘛。那现在也看到了，
俄罗斯的威胁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啊。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啊，这张让大家知道一下俄罗斯它周边的国家，因为特别要点到是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还有包括波兰啊。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位置哈，因为呢，波兰的国防部次长哈，他最近就表示，好说这个要斥资20亿欧元在东部建构一套全新的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啊，预计在24个月之内要完工。好，先来看他们的相关位置，因为俄罗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接壤的地方哈，乌克兰在这边，俄罗斯哈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飞地哈。为什么大家会提到飞地加里宁格勒？因为现在包括了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也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都非常的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哈。因为不只是俄罗斯啊，你看南边立陶宛还要担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也是，波兰呢因为邻近非常的近，所以它当然的威胁感就比起西欧的像德国啦，甚至包括英国啦、法国啦，当然威胁感就更重哈。好，那所以呢，讲到了。除了反无人机这个防御工事以外呢，波兰现在也在跟，就是跟刚刚白俄罗斯，啊，还有呢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啊，这些接壤的边境哈，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来建立一个什么呢？要修筑代号叫做东方之盾的实体防御工事。那像他刚刚提到的3小国哈，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啊，他们也在积极建立这个167国际干道波罗的海之路。这条路呢是从波兰直通波罗的海3国，同时临近这个苏瓦乌基走廊，被北约认为是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啊，就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变成关键瓶颈的战略地带。胡老师，我请教哈，因为现在大家在想的是。俄罗斯也许有能力，可是俄罗斯的动机在哪里啊？我要特别问的就是，普丁会决定真的要对北约东翼，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正会下手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乌东的一个战事哈，俄罗斯可以拿到这个他的一个战果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把乌东给拿下来，然后也确保了早就已经在他手上的克里米亚。那先取得这个黑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俄罗斯基本上它等于这个它的海权就被断掉了，因为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海，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哈。那当然，它黑海透过这一场的乌东战事，它已经取得了这个黑海的一个控制权。换句话说，它可以重出黑海。这以前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海军的一个重镇嘛，都摆在这边嘛。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这个他所扼住的这个俄罗斯往这个波罗的海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不过，如果是普丁这个他继续乘胜追击的话，这个他可能会犯了这个就是说在外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这个就是说会坐实了整个这个就是说现在整个北约所指控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整个乌东地区这国际社会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你们用的是绥靖政策。那只不过是 encourage 他这个继续的在欧洲去做这个扩张。那我想这个对普丁来讲的话哈，他经过这4年的一个损耗哈，他虽然拿下了这个他战场上面的成果，如果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攻势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乌克兰这个要反攻整个乌东地区是有困难，因为他的这个除了南北战线这个他没办法首尾兼顾之外，还有一个他后勤几乎都被截断了。没错。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这个去创造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谈条件，还有一个泽伦斯基如何的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对不对？他能够有个这个栖身之处啊，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在举行总统大选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会这个交出政权哈。OK，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场战事应该是会结束，说结束之后的这个俄罗斯哈会不会如这个一般的这个像很多欧洲的评论讲说他会乘胜，说这个普丁会食髓知味，乘胜追击。不过我们从普丁现在的一个这个做法上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有一个国家才是紧张的哈，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就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义之剑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之外，它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对不对？它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的2个月的时间，它几乎
俄罗斯他是埋锅造饭，对不对？在那边这个他要去进行一个军事演，这是一个军事演习之外，这个基本上这也是一个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俄罗斯这个除了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黑海这个地方之外，他要再重新回到远东。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冷战之后，虽然我们讲这美国对不对重返亚洲，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这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边啊，对不对？真的离开整个东亚的是俄罗斯吧？那俄罗斯现在如果他乌东这边他取得了他的一个成果之外，从普丁现在的一个军事布局的话，他要这个去加强他在整个这个等于是就是鄂霍次克海这边，就北方四岛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岛屿的一个控制，这对日本来讲，他会陷入一个战略困境。为什么？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去我们看从近世以来，就是日本在江户时代，他最大最在意的一个威胁就是俄国。那这个俄国又回来了而且就是说，不止俄国回来了，它的南边的中国大陆给它的一个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它在日本历史上，在近代的日本历史里面，它从来没有遇过的首尾两端同时受敌，而且这两个敌是很大的国家，而且都是核武大国对，所以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麻烦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现在最不想乌东战事停下来的国家是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高市早苗他才不希望你乌东战事停下来，你最好把俄国困在你乌东。乌俄战争会不会走到尽头了？马上要进行和谈了呢？有看法是认为，在新的一年2026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年了。那在2026新年前夕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国媒体就是 Axios 呢，他们特别指出，川普在12月28号将会在海湖庄园跟泽连斯基见面。泽连斯基呢本人也预告说，最近就会跟川普见面。可在见面前夕也听到川普最新的放话，他说，在他批准任何计划之前，泽伦斯基什么都没有。而在川泽会之前，又看到了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进行了一连串的大规模空袭。好，这次的川泽会，泽连斯基呢会带来什么呢？既不是胜利蓝图，也不是什么大幅的妥协方案，而是一份呢被砍到只剩下20点的和平方案。就连泽连斯基自己也坦诚，他对于文件的部分内容并不满意，其中最大的2个争议就是一，领土，第二个就是核电厂控制权的问题，但这2个问题完全没有被解决。聂老师，周末登场的川泽会因为我们大家很多的印象就是 You have no cards。OK， 那这次感觉上虽然还没有见面，礼拜6这个还没见面，但是已经觉得又是一场鸿门宴了。你怎么看？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成，因为两边在拉锯。那当然，川普一直想得和平奖，那他又很希望能够快点快促成。可是，但川普也是大小眼，他知道普丁当然势力量都比这个乌克兰大，那两边都有他要的利益，你知道吗？但他私底下实际上应该跟普丁比较友好，也比较尊重一些普丁。因此呢，在谈和谈的那1-2个月前呢，就跟乌克兰说要和谈之后，他跳过他，先跟普丁打个电话说：“我们要和谈，你觉得你有什么要求？”就定出了一个28项条这协议，和平协议，这很奇怪啊！而且乌克兰一看傻眼了，大是对普丁特别好，里面包括割地，那时候不管顿内茨克，对不对？或者另外那个就乌东的那个地方，全部当然已经被90%被这个俄国控制的这2个主要的土地。那他要割地嘛，就变成要割给了俄国，他已经不太高兴了。就卢甘斯克、顿内茨克2个。对，卢甘斯克和顿内茨克，还有那个克里米亚，当然这没有不在话下。那最重要还有，包括以前当俄国在2022年2月会打这个乌克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讲2个，也就是武器东扩，以加入北约。现在这2个呢，不但武器不能东扩，而且现军变60万以下，而且北约呢不能支持他，还不能在这个乌国这个扎军。你知道这个已经让这个乌克兰要大为失守。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人后来还说，这是给这个普丁这个很不错的一个礼遇，也就是说，未来你的经济制裁要慢慢消减，所以这个普丁当然很高兴。那样子28点，他如果接受，应该就没问题。可是泽连斯基当然不接受，而且欧洲也不太接受，因此又不断的谈，从27、26一直消。就是里面他谈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说，他们一定要做到一个所谓的真正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做法。因此，这个新版的20条其实就是他希望美国、北约以及欧洲国家都能够提供
供乌克兰一个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希望将来达到真的全面的互不侵犯了哈。那这是他们想要的东西。可是重点来，这里面还是有乌克兰不能接受的啊。即便退让，因为那你如果再不接受，俄国就那算了，就继续打你，继续打下去啦。那最主要就是你刚刚讲2个地方了，我觉得到现在谈的，但这个让步大概也就差不多。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领土的争议，就是刚讲乌东的领土的控制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扎波罗的核电厂，这个核电厂很重要，这是有故事性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美国谈的时候是3个地方一起经营，我们3个来共经营。俄国当时还想说，那我自己来，我就是要完全控制。可是乌克兰不是，俄国不行有，就我和你美国一起来好了。所以这里还是有一个拉锯，但是看起来乌克兰要的东西不会存在了，也就是美国和乌克兰，就是乌克兰他不敢自己拿，他要跟美国一起来，这也不可能存在，因为俄罗斯不可能接受。因此我觉得最后乌克兰到最后eventually还是会让，或者在这里面再拿一点点回来，但其他大部分就让出去了。而且不觉得有些蹊跷吗？就是在这个2人会面之前呢，川普就直接就先讲了狠话了，说我还没批准任何事情之前呢，泽伦斯基呢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就直接先定掉了哈。那所以现在回到说这个川泽会哈，当然在这个川普跟泽伦斯基2人会面之前，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总统普丁他说话了，他直接就亮出了2张底牌。那俄方是放话说可以谈交换领土，因为现在乌克兰卡的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领土主权的问题。但是俄罗斯呢，他说我可以交换领土，可是我要整个顿巴斯。好，现实的版图是如何啊？目前呢，克里米亚100%是被俄罗斯控制的，顿巴斯有90%是在俄罗斯的控制下，扎波罗热、赫尔松现在有75%，那哈尔科夫、苏梅、尼古拉耶夫、第内伯州是局部有被俄罗斯的这个军队掌控的。好，更关键的是第2张牌，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啊。普丁直接就点出美俄双方正在谈如何在未来共同管理这个核电厂。好，未来的电力呢将会用来加密货币，拿来挖矿的。这句话呢，外界一听就觉得这根本就是跟对川普所讲的完全是投其所好。所以先讲主权的部分，大使觉得这个普丁丢出说领土可以交换。意思就是说，乌克兰现在卡在说，我现在被你占领的我的主权的领土，我是不会让的。可是呢，普丁是意思说没关系啊，我跟你拿我有主权的领土，跟你有主权领土换，是这个意思吗？是说我现在占有的乌克兰的其他的领土来换我还没有占有的。哇，全部都是乌克兰的。俄罗斯没有失掉任何一块领土。因为现在这个整个1000多公里的这个边界线上那顿巴斯是俄罗斯打下90%10%就是在顿内茨克，那还有一部分红军城然后往它的西北那一部分还是在乌克兰的这个控制之下。是，那川普这个普丁他要完整的顿内茨克的行政疆界。也就是说这个疆域原来的行政疆划哪，我要完全要，一寸土地不能少。那现在还有10%还掌握在乌克兰，你就要交出来。那本来是要无条件交出来，现在说好啊，那就交换吧。交换用什么交换呢？就是俄罗斯零零星星还在这个哈尔科夫附近、苏梅拿那边去交换，还在尼古拉耶夫、第聂伯河州，它还有一些零星的土地，他说这些我都还给你了。我们就划零的还给你，整的我要了。但顿巴斯就我全拿了。那其他赫尔松、扎波罗热州的各占75%，因为有4个州嘛，对不对？一个顿巴斯有顿内茨克跟这个卢甘斯克2个，对，现在还差10%，对，那个10你要交出来。另外还有就是说，赫尔松跟扎波罗热没意见，我现在就15%，因为它基本上它用这个第聂伯河做一个天然疆界那其他我在第聂伯河以西的还有一些土地，还有就是在这些哈尔科夫这些地方州、苏梅州还有一些土地我零星占的，我就还给你好了。所以是用已占领的乌克兰土地交换那个还没有占领的顿巴斯10%。而且你不觉得普丁其实是很会谈判的？他还知道川普要什么，他直接就知道川普要用他的核电，要用这个电力来挖矿。其实是这样其实川普上台以后，跟俄罗斯的关系正常化是快速在进行的。是，所以他们现在是有2组人在谈2组谈判。
一组是谈什么？一组谈俄乌战争，一组谈什么？一组谈美俄关系正常化，这2条路线一起走的，没有说这个是分开来的。我们正常化我们怎么走？然后这个俄乌战争怎么停？这么走，所以两个互相加强，可是各走各的。那这些就变成就是说扎波罗热电厂这个共同管理，这个就是横跨两边，一个俄乌战争这个问题怎么样？另外美俄怎么合作，关系怎么正常化？其实谈得很快，然后甚至电力用加密货币这个来挖矿，这个部分我认为都在美俄关系正常化这个谈判管道上进行。还有就变成就是说，俄乌战争结束后，美国怎么样把它对俄罗斯现在的各种制裁，把它怎么样逐步的给它取消，美俄关系如何正常化？所以泽伦斯基现在唯一的靠山就是欧洲，因为欧洲准备拿大概差不多1000多亿吧，1000多亿的欧元吧，未来2年给他嘛，那就突然硬起来了。那可是我认为啦，对俄罗斯来讲，领土问题是关键，领土问题基本上不照我俄罗斯的意见的话，这战争不会停。而这样听起来，其实就算泽伦斯基拿着欧洲的支持，这一次跟川普去谈，也说服不了川普啊。川普就是玩他而已啦，你时间到了就丢一个28条，对不对？那再跟你周旋一下，慢慢现在你不退了吗？你不加入北约了吗？安全保障由我们私底下谈吗？那还有就变成本来这个领土的问题，事实上泽伦斯基已经比较软了，是。可是呢，现在欧洲进来搅局，那就变成说我们要替欧洲再继续站下去吧。可是美国川普还有一张王牌啊。3个月后改选我随时拿这个改选的问题来给你施点压。泽伦斯基你就是拖嘛。那对于普丁来讲的话，反正战局现在是我采取主动。对。那谈判桌上如果进展不顺，我就打。如果打得顺的话，我就不跟你谈。大使讲到这个战局就是反正就战下去嘛。那你现在看到战争的这个战场上实际的现况是如何啊？孝瑋兄，战果现在真的是因为乌军方面已经证实他们撤出了这个西维尔斯克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不只是一座小城而已它是乌东堡垒带的关键节点更是通往北顿内茨克城市群的门户。另外一条战线也浮现出来就是俄军针对敖德萨进行了系统性的轰炸，他们锁定了港口、还有电力设施、海运设施。泽连斯基也警告说，俄罗斯这么做呢，就是要阻止乌克兰获取海上物流的通道，我把你海路给截断，好看你怎么办。那这样的话，他是希望把乌克兰变得以后一个内陆国家，就是。普丁绝对有这样的希望跟想法，但是实力上，我觉得目前来说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为什么要对奥德萨进行攻击呢？因为其实奥德萨现在变成是用来这个骚扰俄罗斯在黑海方面行动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据地。也就是乌军他会利用奥德萨的港副设施，派出各种的这样一个无人艇、攻击艇等等，或甚至于有限的这样一个这个有人的这个舰艇去干嘛呢？去突袭俄罗斯现在还存在的黑海舰队。其二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发生军事冲突到现在，其实俄罗斯还一直利用黑海上的这个油轮在对外进行这个石油贸易，它呢就是攻击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海上油轮称为这个影子舰队其二，也就是俄罗斯已经对乌克兰这种骚扰性的攻击其实已经有点不耐了，所以他就对敖德萨就是说，因为你今天敖德萨就是要发动这些海上攻势的一个最主要的基地嘛，那我就要打蛇打3寸，我就要打你这个基地。但实际上你说今天你要从这个克里米亚跨出去，要能够攻下这个敖德萨我觉得以目前俄罗斯的这个地面部队或俄罗斯的这个军力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确，他现在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东部那个逐渐那个其实已经掌握到这个战场优势以及这个战场主动，等于说那个现在整个在乌东地区的这个乌克兰部队完全面临到一个内线作战的窘境，也就是俄罗斯要在什么时候对他们发动攻击，他基本上只有防守的份，甚至要来防守兵力还不够，必须要一直毛起来向后撤。
但是呢，你说今天这个孤悬在外的这个敖德萨离克里米亚有那么远，大概也有个100-200公里远啊。你说今天俄罗斯要再从这个克里米亚出兵攻击敖德萨是不可能，但是他必须要把这个骚扰俄罗斯在黑海上各种行动，不管是商业或军事的重要的敖德萨那个军事的这个目的，他把它处理掉。我们说这个俄乌战争现在的走向是不是越来越走向要往谈的方向呢？美国总统川普在19号，他敦促乌克兰尽快的推动和平协议，早日结束俄罗斯的侵略行动。而新一轮的会谈呢，这个周末在美国的迈阿密登场啊。但现在普丁的态度很硬，他说终战条件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呢，美方现在是由川普的特使 Witkoff 还有川普的女婿，也就是 Kushner 代表美方出席，而俄方这边的代表团呢，将会包括普丁的经济特使德米崔耶夫。而就在迈阿密会议登场的前一天，在18号的这一天呢，乌克兰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叫做基斯利茨雅，那他到了北京啊，与中方的官员会谈，这也是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中两国官员的罕见接触。但是北京派出谁来见他呢？后来大家查了一下，也看了这个报道，是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叫刘彬。刘彬就说呢，中方愿意同乌方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有趣的是，就是这个乌克兰的第一副部长啊，他就在社群网站上面 X 上面公开表示，他说他也跟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庞德伟见了面，而且双方进行了非常良好的对话。我先请教大使啊。因为普丁已经斩钉截铁地说了，如果要终战的话呢，这个空间是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的。那周末登场的这个迈阿密会议，到底能够谈出个什么结果来呢？对，现在这个谈判基本上，还是以3边为主啊，就是美国、俄罗斯跟乌克兰。可是呢，硬要插花的是欧洲。欧洲要在这一场这个和谈里面啊，他要扮演一个。他要有个角色，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如果说在这个谈判里面，他完全像川普原先预期的把它放在一边的话，那欧洲的话，以后的话真的很难立足啊，就永远都变 outsider。连他自己家门口的事都没有他的份的话，他还想在国际上有什么作为嘛？那另外一个就变成就是乌克兰呢，他现在很想拉中国大陆入局，所以他的高层官员，第一副部长特别去了一趟北京。是，那我觉得大陆对于俄乌战争的劝和促谈的立场，从这种战争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所以不可能拒绝他的。可是你要中国大陆就是说在这里面采取一个很明确的立场，或者说选边站，那又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乌克兰想要扩大这一场谈判的参与方，那可是呢？我想，就川普的角度跟普丁的角度，他还是非常坚持的。这一场谈判，对，是美俄是主导，乌克兰是护从，他必须要接受，然后尽量呢，把欧洲还有其他的角色都把它淡化掉。也就是说，乌克兰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非谈不可。但现在变成是说，川普感觉上啦是非常急。那正好也被普丁抓到了一个，你就是急，所以呢，我就慢慢的跟你谈。对，其实川普手上一直都有很多的筹码那他最近又拿出一个新的筹码，我想就是说，就对于泽伦斯基来讲的话，他很难抗拒很难再继续怎么讲呢？抵抗就是丑闻，就是说贪腐丑闻。这贪腐丑闻，美国已经要把这个泽伦斯基的身边的人都已经拿掉了，下一个就是他了，对，下一个就是他了。所以泽伦斯基也说是3个月就改选嘛，那到底是不是改选，现在还不是那么明朗。可是原则上已经大概都已经泽伦斯基看起来那个顽抗的那种意志已经比较没有了。到现在看起来是欧盟设立一个新的议题，也就是要动用这个什么呢？动用这个他们现在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作为将来援乌还有乌克兰重建的经费，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发展，会不会成局？也在这个周末，他们要开欧盟要开高峰会了，他们要决定要怎么做。刚刚最新的一个发展是说，
不会轻易动用啊。普丁也说话了，说因为那个动用之后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哈，所以好像感觉上其实就是讲。但是您怎么看呢？因为这次他派来的，就是俄方这边派来的是经济特使，所以是不是先透过这个代表，也要告诉欧美这边的，是说要跟俄罗斯谈，可以先处理经济方面的议题，包括金融制裁。对，其实这是一个因素。不过我觉得，就俄罗斯这个派人啊，就代表他目前的重点。其实川普提出来的28条方案，其实我们把它归纳一下，大概就3个重点。一个是领土的怎么安排，另外一个就是乌克兰一直要的安全保证，第3个呢就是战后重建。是，我觉得这个俄罗斯的经济特使啊，来一次谈的主要谈战后重建。也就是说，安全保证跟领土问题可能没什么好谈，没什么好谈的。所以领土的问题的话，现在不知道如何啊。那就是说，因为这个俄罗斯要的是顿巴斯整个，那顿内茨克现在大概还有20%的土地还是在乌克兰的这个手上，可是普丁跟川普一样的立场，你要把那个20%的顿内茨克土地，你现在还战后也要交给俄罗斯，是对，那个大概有4-5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是很小的土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一直卡在那个地方。另外就安全保证，事实上。乌克兰已经让步了，他说我不加入北约了。可是现在就变成所谓类北约第5条的攻守同盟的那样子的一个那个保证，那个我觉得你要看怎么写了。对，口头讲是一回事，那到时候怎么写，我觉得这个中间有空间。而且就连白纸黑字，就算写下了，到时候有没有变数都不一定，对不对？对啊，那很简单，这个战争看是谁挑起来的或怎么样，如何，我觉得那个中间可以做文章的很大了。是。那现在是以这个普丁的说法来讲话，我谈判就是这个条件，你们欧洲要搅局的话，你们都是猪。他已经说那些欧洲有一些领导人都是笨蛋，然后又骂他们是猪。那可见对他们是很火大。那基本也上为这个就是说这个周末欧盟的高峰会议啊，他先进行了，先把结果先告诉你，你们不要踏过那条线。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这个战后重建的话，其实川普是很重视的。那所以我觉得就俄罗斯来讲的话，也画了一个原则，对，就领土跟安全保证，那是它是有底线的。对，你如果碰触到俄罗斯的底线的话，那就在战场上解决吧。所以，可是对川普来讲的话，领土跟安全保障都不是美国关切的事啊。所以也就是我们看到周末登场的迈阿密会面啊，这个美国国务卿 Rubio 据说也要参与其中。那么当然呢，刚才讲说阿拉斯加在先前的那个阿拉斯加美俄的元首会面之后啊，我们看到了川普后来他是端出了28点和平计划。这当中包括了什么呢？包括要承认克里米亚、还有卢甘斯克以及顿内茨克作为事实上的俄罗斯领土，然后呢，再附加多送一个就是要乌军撤出目前的顿内茨克州部分的区域，让这个顿内茨克的区域呢变成一个中立非军事的缓冲区。所以，连同刚刚我们所提到周末登场的迈阿密会议啊，现在美方所定出来的有关于要尽量的赶快促成这个和平谈判，甚至达成协议啊，都是按照俄方所要求的。那最终的结果也是会这样吗？可能性不大哦。为什么？听起来有一些条件是俄罗斯还是不能接受，比如说这个非军事区。那俄罗斯干嘛接受？从普丁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接受？你刚拿下，比如说，如果最后乌克兰同意割让土地、国家领土给俄罗斯，那你身为俄罗斯，你还是要在那边部署你的军队了。那或许俄罗斯会说，那我们军队会远离前线，什么5公里、10公里，但是整个这个东巴整个地区变成或部分变成一个非军事区，我觉得是俄罗斯不可能会接受，所以反而是俄罗斯不接受，那这个谈判就没有结果。看看有什么没有空间或谈判的空间，比如说我刚刚说的，俄罗斯可以说我们原理前线是10个公里之类的，但是整个这个地区变成一个非军事区是不可能。那另外这个重建的部分，
俄罗斯的立场应该会是说，我们占领的土地那边重建是由我们负责，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已经是变成俄罗斯的土地，但是俄罗斯不会同意要负责乌克兰其他地区的重建。这个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会坚持我干嘛付基辅或乌克兰国内，除了我们占领区之外的重建，这个应该由欧洲来。这样听起来比较合理，没错。如果是俄罗斯的话，我会坚持。那另外，刚刚大使也有提到几个不同的重点，但是大使没有提到另外一个，我觉得是重点，就是这些战犯的案件。那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也会坚持。这些案件都要停掉。那当然，欧洲国家会说，这个司法单位是独立司法单位，或者国际刑事法庭也是独立机关，我们不能干涉。但是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个我们以后不管是我们官员，甚至普京本人，军官，一般的阿兵哥。我们都要安全，到处在欧洲跑，不用有这个潜在的对法律的这个风险。如果我是他们的话，我还是会坚持这一点。而且我其实说实在，我觉得如果俄罗斯向美国坚持这一点的话，我相信美国，毕竟美国也不是国际刑事法庭的粉丝，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川普会觉得，对川普来说。或许这是小事情，那当然对乌克兰或欧洲，他们会觉得我们要尊重国际刑事法庭。但是对川普政府来说，这个真的是小事情。Russ， 你提到欧洲啊，我想问一下，欧洲因为刚刚大使说，也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的和谈当中有一些角色哈。我们来看一个人物哈，因为先讲欧洲的部分，最近他们加快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支援步伐，就是刚刚大使有提到的那个。甚至包括无息的贷款呐，来这个战后的重建。美联社有报道说，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啊，他表示说，欧盟领导人已经同意呢，向乌克兰提供高达900亿欧元，就是大约106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哈。但是我们说要特别提到一个人，那就是德国的总理梅尔茨，因为他抛出了一个震撼性的讯息啊，他说，根据美国与欧洲向乌克兰提供的战后安全保证草案，一旦停火协议遭到破坏，进驻的维和部队在特定情况下将可击退俄罗斯军队。还强调，美国在停火之后也会像是保护北约国家的领土一样来保护乌克兰。这间接来看，就是梅尔兹说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意思啦啊。但是你觉得他说这个话是要测试美国吗？我觉得这是单纯是欧洲和他个人的想法，就欧洲的期待。那这是一种期待，所以大使刚刚说的，美国提供乌克兰什么样的承诺或保证，我们还是要等到黑白字出来。但是我认为美国不可能会提供给乌克兰，有点像美国给日本、南韩、菲律宾这种 bilateral defense 这种条约。也是不可能，所以如果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呢，也不是 NATO 北约的标准，那黑白字到底是美国什么样的美国什么样的义务，是一个问号。所以其实 Merz 还有欧洲主要国家，包含法国、意大利、英国，他们已经心理准备啊，我们要部署 NATO 北约之外的一个维和部队，对，是我们自己要负责。所有的预算、人力、武器都是北约之外的一个安排。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好像他们也知道我们以后如果我们欧洲国家提供乌克兰这个，其实是有点像一个保障。那我们不能依赖美国，是我们自己欧洲要负责。最近梅尔斯这样说呢，也是不是在呼应啊？因为外界有分析说，是不是在呼应说美国最近推出的这个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嘛？哈，那其实我这个是无关，最重要的是，他是要跟国人，德国人说，我们以后这个会有这个负担，有这个风险，而且不是1-2年的事情。就是说德国会扛起责任。所以，比如说最近也是德国也是讨论这个当兵的相关机制了。对，那以后国防预算都要提高等等，但是跟国人报告这件事情，心里都要准备。德国是很紧张啦，因为有德国议员甚至提出警告，他说呢，这个俄罗斯啊已经在白俄罗斯跟北约的边境地区部署了总共有36万名的士兵。
随时准备对欧洲发动攻击，也呼吁欧洲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可能的危机啊。那白俄的这个总统啊，卢卡申科他就说呢，俄罗斯已经把他们具备核武能力的最新型的这个中程弹道飞弹系统啊，就是极音速的这个真果树部署到白俄罗斯的境内。而普丁最近也说呢，真果树飞弹将在这个月进入战备状态。所以大家一听到，哇，紧张的不得了。乌克兰电战部队呢也宣称，那么守夜者飞弹最近利用这个利马干扰系统啊，在2周内成功拦截了19枚匕首的极音速飞弹。好，我先问的是，真果树飞弹如果作为威慑，我们可以理解哈，因为它到底会如何使用，这可能要再看后续。但是在战略上，它最主要是要希望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林老师？这边的话，我们要先了解到真果树飞弹，它是一种弹道飞弹。它是之前其实在这个美俄在这个中程弹道飞弹的条约相关的一个双方都不遵守，或者双方作废之后，双方开始积极去部署的中程弹道飞弹。那这里的话，我先很简单讲一下它的性能。它除了是极音速之外，跟过去比较不一样了，它是多弹头。所以变成它打上去之后，没错，你可能有这一个北约，你有爱国者系统可以去做拦截，但它打上去之后，它落下来的时候，它会变成一种多弹头，等于说一枚弹头会散开来，对，散开来就会变成你的爱国者系统不是那么好去做拦截。对，这个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弹道飞弹它是有一个攻击的弧度的，所以其实它跟我们在这个里面所说的一个这一边守夜者过去拦截的匕首极音速飞弹是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即便你可以把这一个匕首飞弹进行用这个守夜者用利马这一种电子作战系统，让他感觉到他的位置不对，所以继续靠超音速，就讲难听一点，就是有点烧坏了，或没有办法打得很准。用这种方式可以复制在真果树吗？我个人是蛮具怀疑的，因为这两个是攻击效果跟他的一个作战方式是完全不一样。那其实今天他把这一个真果树飞弹开始说准备要进行这一个运用了，或者是已经到备战的这种状况，其实这也是一种战略的一个吓阻。那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对于俄乌战争来讲，普丁他也是希望收缩战线。这个收缩战线指的是我只要对的是美国、乌克兰，那北约我尽量对你们造成一种压力，但是也不会太多的一个一种进攻。那这个压力呢，其实就有点回归到我们过去所说冷战时代的一种吓阻的战略。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在白俄罗斯，我们看到还有一些重兵的部署，或者是这种长程的飞弹，这边的话就代表我有传统兵力在白俄罗斯这一边，相对来说就有点类似冷战的时候，在这个东西德两边的话，那时候在美军在这个法兰克福，那我们也知道在东德这一边的话，苏联也是布了一个重兵在这里，形成一种前进的一个压力，让这些北约国家告诉他们说，你不要轻举妄动，你也不想要第3次世界大战，我也不想要。那如果你我们就维持这样的状况的话，不会去动用到北约。那乌克兰只要他不加入北约，只要他这边不管是第5条也好，或者是你的安全承诺也好，可是至少他没有加入北约，不要去启动北约的集体防卫，那我就有一个谈判的一个空间。那再来的话，他这一个长程的飞弹其实很重要一点，也是要去告诉乌克兰，不要以为你的这个补给线够长，你的后面的这一个防御的是可以做得到，我一样可以用这种长程打击的能力去破坏你的交通要道，去破坏你的这一个弹药库，去破坏你的这个铁公路的一个集散中心。所以我会觉得他今天这个武器是有他一个战略上面一种吓阻的效果。对，欧洲跟俄罗斯感觉上两边现在创造的是一种恐怖平衡。